评论简报。全球思想者的专业媒体，来自各大智库、顶级媒体。评论简报由6度团队整理而成。如何阅读习近平？外交事务。专家们警告说，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风险正在上升，两国都在为战略竞争做准备，建立军事力量，并为未来的经济、外交和军事竞争结盟。约翰·庞弗雷特 （John Pomfret） 和马特·波廷杰 （Matt Pottinger） 的一篇文章引用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的演讲，这些演讲似乎诋毁了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黛博拉·塞里格松 （Deborah Seligson） 说，所有这些演讲给人的印象是中国正在为中国认为与美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前中央情报局官员约翰·卡尔福回应说，虽然中国领导层咄咄逼人，做好了军事准备，但关于中国准备开战的言论可能会产生误导。他说，中国尚未做出开战的决定，台湾对习近平来说仍然是一场需要避免的危机，而不是他应该抓住的机会。约翰·卡尔福 John Culver、 约翰·庞弗雷特 John Pomfret 和马特·波廷格 Matt Pottinger 最近的文章，习近平表示他正在为中国准备战争。3月29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他突出了中美之间战争风险的上升。这两个拥有世界上最大经济体和最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紧张到专家们只能寻找一种非实际冲突的比较。每个国家都在为战略竞争做准备，建立军事力量，与未来的经济、外交和潜在的军事竞争相关的伙伴进行对齐。但现在的驱动力是长期存在且越来越结构化，而不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自2月以来发表的几次演讲的结果。庞弗雷特和波廷格在他们的文章中专注于这些演讲。事实上，如果习近平的权威指导不反映这一现实，那就太奇怪了。正如作者所指出的，现在还为时尚早，不能确定这些发展意味着什么。冲突不是确定或即将发生的。但是这篇文章可能会给很多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习近平已经决定发动战争，他几乎肯定没有。他相信他的军队人民解放军 PLA 已经准备好打仗并赢得这场战争，他很可能没有。他的国家人口和经济准备好承受多年的紧缩、战斗损失以及导弹、网络攻击或严重资源短缺对基础设施造成的破坏，他们没有。庞弗雷特和波廷格写道，习近平告诉他的将军们敢于斗争。这句话显然是3月6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时的一项总体指示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针对人民解放军的指示。此外，根据我咨询的中国语言专家的说法，敢于斗争这个短语的更常见的翻译是敢于斗争，用于表示军事冲突的字符不是通常用来指军事冲突的字符。自2012年以来，习近平在向军队领导层集会的演讲中使用了军事语言。这个关键短语通常被翻译为能打胜仗是成为一支强军的关键，暗示目前人民解放军并不是并且不能成为一支能够打赢强大军事对手的军队。庞弗雷特和波廷格的讨论中没有提到习近平自2012年就任以来与军队的互动。他监禁了2名最高级别的军官，起诉了成千上万的军官腐败，并推动了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一场艰难而持续的重组。可以推测，习近平尚不信任军队，因为自1979年以来，军队尚未参与过一场重大冲突，他仍然怀疑他能否在与强大的军事对手的战争中打赢。比习近平对军队的指导更有意义的是，正如丹尼斯·布拉斯科 Denis Blasco 所写的，在习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期间，解放军对自己能力的整体评估变得更加敏锐，尤其是在行动单位层面的领导力状况方面。这些批评的总体意义暗示了对解放军能力的信心不足，以及解放军的教育和训练系统未能为未来战争准备指挥员和参谋军官。庞弗雷特和波廷格还指出，习近平政府宣布中国国防预算增加 7.2%， 在过去10年翻了一番。的确，解放军在装备、设施和国防工业基础方面建立了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根据某些指标，它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或第2大的海军。但这是在20年时间内实现的，每年的国防预算增长率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平均达到近 15%， 每5年翻一番。自2009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解放军预算的实际增长减半。解放军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可用的资源比例自1990年代以来保持不变，解放军预算在中央政府总支出中的比例有所下降。中国在警察和其他安全服务上的支出超过了军事支出。这并不能否认人民解放军构成的威胁，但其能力的增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而不是为了战争而进行的紧急准备。庞弗雷特和波廷格描述了最近批准或提议的关于军事事务和动员的法律，包括储备部队和战时刑法管理的规定。他们提到了新的动员和招募中心的开设，包括位于中国东海岸对面的台湾附近的城市。但他们没有提及自1997年以来至少通过的8项法律，用来规范军事权利和责任、军事服役以及军民关系。许多看起来旨在提高中国应对长期战争或应对其他重大挑战的能力，并适应重组后的解放军，促进军队采纳民用技术创新。但他们似乎并不表示决定在近期发动战争，这将在多种走向动员的举措中表现出来。我在最近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写的一篇论文中概述了这些举措。庞弗雷特和波廷格正确地指出，习近平在3月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激进闭幕词针对的是美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各个方向实施了遏制，对我们实施了包围和压制，给我国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但他们没有提到习近平打破惯例，直接点名美国作为对手的最有可能的原因。1个月之前，拜登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讲中2次点名提到了习近平打破了一个更强的惯例，并警告道，赢得与中国的竞争应该使我们所有人团结起来。拜登最后问道，告诉我一个愿意和习近平换位子的世界领导人，告诉我一个。这是一种个人的嘲讽，习近平选择了不予回应。我同意庞弗雷特和波廷格的警告，我们应该认真对待习近平在台湾和与美国的潜在战争问题上的表态。但中国尚未决定发动战争，对于习近平来说，台湾仍然是一场危机，而不是他应该抓住的机会。习近平和其他中国官员当然会认真考虑实施战争的风险和代价，包括国家形象、国内稳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受损程度。而且，在发动战争之前，他们还有其他政治和外交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目标。但如果他们决定实施武力行动，那将是一个巨大的决策，后果将不可预测，并可能对整个世界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必须继续关注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寻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分歧，以避免战争的发生。又一次思想解放，习近平重视文治第2个结合。明成祖朱棣下令编纂集中国古代典籍于大成的类书，命名《永乐大典》。清朝乾隆帝则编修古代最大的丛书，历时11年，即《四库全书》。作为高度重视文治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除了推出重大文化工程复兴文库，还亲自批准建设被视为中华文化种子基因库的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国历史研究国家级殿堂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燕山脚下，坐落在山水之间，承担国家版本资源规划协调、普查征集、典藏展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主要职责是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究工作，整合资源和力量，制定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规划。6月1日、2日，习近平先后考察了这2个文化的标检阅文治成就，并且主持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进一步阐述第2个结合。他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进一步阐述了第2个结合。所谓2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1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第2个结合则是习近平的理论创举，并将之上升到又一次思想解放的高度。他在座谈会从5个维度进行系统阐释，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与毛泽东掀起大规模批孔运动不同，习近平有红色新儒家之称，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怀有浓厚感情。他执政以来提出的一些理论或政策，就是在传统文化寻找依据。比如论述共同富裕，就提到孔子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之说。比如古代倡导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如今则构筑其党中央坐镇中军帐，一盘棋大局分明的政治秩序。星岛日报纪晓华，幕后中美对话。南华早报评论版。中国和美国国防部长的握手，或许在一个重要的亚洲安全会议上打破了僵局，并使2国在会议边缘能够继续期待一次双方之间的会面。然而，要实现这次会面，
美国必须同意解除对李尚福5年前因俄罗斯武器购买而实施的制裁，这些制裁无疑已不再起到任何有用的作用。这样的会面本应是新加坡年度香格里拉对话会的重头戏，但结果却并非如此，结束了两国最高层级之间有意义对话的任何可能性，而这对于避免误解至关重要。相反，他们回归到熟悉的言辞上。在成为国防部长后，李对国际观众的首次公开演讲中指责某些国家发起代理战争，而他的对手奥斯汀则发誓要支持盟国对抗霸权主义。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两国依然立场相去甚远。然而，几乎在同一时间，没有任何宣传，美国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卿克里滕布林克开始访问北京，讨论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问题。这种低调但高层次的两国接触并不是最近首次发生，希望这些接触能为双边关系解冻铺平道路。克里滕布林克是自今年2月所谓的中国间谍气球事件以来最高级的美国官员访华，他与中国副外交部长马朝旭会晤。北京的外交部和华盛顿的国务院都称这次会谈坦率，美国还表示富有成效，中国方面则称建设性和富有成果。这是令人欣慰的，尤其考虑到中国表示关于台湾和其他重大原则问题，中方表达了严正立场。华盛顿表示，双方就双边关系、两岸问题和其他事项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沟通。此行之前，有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秘密访问中国，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最近与美国队英方吉娜、雷蒙多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的会晤，以及中国高级外交官王毅在奥地利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萨利文的会谈。尽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主要活动未能实现，但关键是两位参与者的演讲并未降至心低，而是反映了现状。尽管可能存在一系列问题，包括台湾和南海问题引起的不满，但通过愿意对话和交流，紧张局势可以得到更好的管理。为什么北京不会与华盛顿接触？外交政策。本周的外交政策中国简报 China Brief 重点讨论了几个关键发展。首先，他讨论了导致中美接触困难的错位认知。尽管最近两国在空中和海上频繁接触，但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美之间的敌对交锋再次出现，凸显了紧张局势的潜在后果。与此同时，美国官员抵达北京进行中层会谈。然而，中国一直对拜登政府的邀约持回绝态度，这引发了人们对其中原因的思考，以及是否会有任何改变。部分原因是，华盛顿强调的语言和口吻的转变对北京并不重要。无论是说风险降低还是脱钩，无论是将中国称为竞争对手而不是敌人，都没有证据表明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关心或会改变他们对美国的看法。从根本上讲，白宫所展现的愿景，两个存在重大分歧但仍可继续做生意的大国，对北京领导层来说并不具有说服力。中国对于美国的接触缺乏兴趣，似乎源自最高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似乎真诚地认为美国对中国怀有敌意。在他执政的10年中，反美言辞似乎越来越直接。任何中国官员的地位都很脆弱，低层级官员不愿冒险回应美国的接触，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安全。他们行事的环境受到2010年发现中情局渗透中国众多官员的影响。高层领导必须批准与美国的接触，导致美中之间缺乏中层级接触，因此美中日常交流达到了一个低点。此外，中国也不相信美国的接触是真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经常无法认识到美国政策制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为他们缺乏与分权和多党制度打交道的经验。中国官员往往不是看到不同的方法或内部分歧，而是寻找阴谋或受到对中国的敌意驱使的政策。特朗普和拜登政府之间的中国政策的一致性只会加强这种观念。俄罗斯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这些假设。中国宣传不是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失败而对莫斯科更加怀疑，而是采取了亲俄反北约的立场。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广泛的军事和政治联系也在幕后传达着这些信息。然而，美国的做法也存在根本性矛盾。美国领导人和官员喜欢谈论他们不想遏制中国，但是美国的安全和军事行动明显希望遏制中国。美国对北京的政策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倾向于这一点。目前，许多美国政府工作人员正在思考如何遏制中国并采取相应措施。因此，
北京认为美方试图表达相反意思是言辞不一致，并不奇怪。美国的声明也可能加强这样一种印象，即华盛顿只对符合其利益的规则感兴趣。以中国最近对美国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的某些销售禁令为例，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将其描述为经济胁迫。鉴于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产业采取类似的行动，这一说法对北京来说并不顺耳。当然，中国对投资的限制和将贸易作为政治工具的做法，早在最近的美国政策之前就存在。但中国认为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占据了不公平的优势地位，并且乐意加以利用。美国试图建立一个战略竞争框架，也忽视了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根本性分歧。这些分歧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首先是台湾的事实独立。美国希望维持其一个中国政策的混乱状态，同时对台湾做出长期承诺。北京希望保留随时侵略并征服邻国台湾的权利。这并不是唯一的分歧。中国还希望能够控制其视为国内安全威胁的侨民群体。中国认为美国与韩国、日本等中国邻国的结盟本质上是不合法的。北京还将美国对民主的任何推动视为所谓的颜色革命阴谋的一部分。虽然这些问题并非美国官员每天都考虑的问题，但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关切。这些错位的认知和分歧使中美接触变得困难。要改善双边关系，双方需要加强沟通和理解，并建立一种相互尊重的框架。同时，美国需要更加清晰地表达其对中国的政策和意图，以减少北京的猜疑和误解。只有通过对话和合作，中美关系才能实现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乌克兰大坝坍塌对战争意味着什么？外交政策。乌克兰南部的一座重要水坝于星期二遭受严重破坏，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人道危机和洪水潮，同时对附近的一座核电厂的长期安全和可行性产生了怀疑。有关这座位于俄罗斯控制区域的新卡霍夫卡坝何时以及如何破裂的详情仍在浮出水面，但乌克兰、北约和欧洲联盟已经将责任归咎于俄罗斯。乌克兰官员去年曾警告称，俄罗斯军队可能准备摧毁这座坝，并将责任推给基辅，进行一次假旗行动。包括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在内的西方领导人支持乌克兰称坝的破坏符合普京发动这场战争的方式。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列巴在推特上写道，俄罗斯摧毁了卡霍夫卡坝，可能引发欧洲数十年来最大的技术灾难，使数千名平民处于危险之中。这是一种可耻的战争罪行。新卡霍夫卡水电站的经营者也将责任完全归咎于克林姆林宫。反过来，俄罗斯声称乌克兰的破坝爆炸事件是由乌克兰破坏者造成的。如果俄罗斯对此次袭击负责，这可能在长远来看削弱其自身的战争努力，因为该坝供应克里米亚半岛的运河的 85% 水量，而克里米亚在2014年被莫斯科非法占领，具有战略重要性。然而，一个如此依赖焦土战略的国家也很有可能转向水淹土地。水坝和水利工程长期以来一直是战争中的重要因素，用于阻止战场进攻、否定对方的领土，或者中断对敌方的水和电力供应。荷兰人在16世纪的80年战争中，为了阻止可怕的西班牙兵团的进攻而淹没了低洼的国家。国民党在1938年为了使侵略日本的军队陷入泥潭而摧毁了黄河的堤坝，造成数十万平民死亡。1941年，苏联为了减缓纳粹从乌克兰迅猛进攻而摧毁了德尼普罗河坝。2年后，英国轰炸机瞄准了鲁尔地区的水坝，当时该地被视为纳粹德国的工业核心地带，旨在破坏阿道夫·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在2016年对抗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战争高峰期，西方官员警告称，伊斯兰国将试图破坏庞大的摩苏尔坝，以引发人道危机，阻碍西方支持的伊拉克军队对伊斯兰国领土的进攻。尽管这个概念在历史上并不新鲜，但新卡霍夫卡坝的破坏仍然标志住乌克兰战争的一个悲惨新篇章，危及数以万计的平民生命，并在乌克兰南部造成新的生态灾难。约有近4万人居住在这座坝所在的俄罗斯和乌克兰领土上的洪水危险区域，官员们急忙派出列车和巴士疏散数千名平民。这座坝所蓄水量相当于犹他州的大盐湖，约1800万立方米。坝的破裂威胁到乌克兰南部的农业和供应克里米亚的水源，该坝一直是主要的供水通道。中亚经济前景受阻。外交官。
乌兹别克斯坦预计2023年的增长率为 5.1%， 略低于前一年的水平，而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唯一一个2023年预测增长高于2022年估计的国家，达到 3.5%。有趣的是，世界银行表示，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增长放缓，预计为2023年，是由于来自俄罗斯的汇款减少，而哈萨克斯坦的强劲能源驱动增长则抵消了这一影响。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人们一直担心中亚地区的汇款，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特别依赖将会减少。尽管汇款的金额仍在增长，但增长速度显著放缓。世界银行特别指出，制裁措施使得从俄罗斯汇款的成本上升，这意味着更少的资金流入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这些汇款可能会比今年预计的增长缓慢，尤其是在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在2010年至2019年期间，这两个次区域的汇款金额平均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2%。该银行警告道，随着汇款增长放缓和持续的通货膨胀，中亚地区的家庭受到了冲击。此外，还存在许多其他风险，可能进一步打击该地区微小的增长和稳定前景。世界银行特别指出，乌克兰战争的加剧或冲突的延长是重大的下行风险。此外，还有东欧和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气候和其他灾害的威胁，如热浪、干旱、恶劣冬季、地震等，可能会导致该地区经济再次下滑。北京修复与香港律师工会关系的双赢。南华早报评论版。香港大律师工会恢复了在北京大学开设的普通法课程，标志住该组织与北京的关系重回正轨。自2018年以来，两人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当时律师协会在敏感问题上采取了直言不讳的立场。然而，自从去年维克多·道斯 Victor Dawes 当选主席，以及4月访问北京，包括与高级官员会面以来，沟通有所改善。有计划将课程扩展至内地其他大学，鼓励跨境互动和发展。苹果的 Vision Pro 是一个技术奇迹，有人会买吗？经济学人。苹果最新的小工具，用于虚拟实境和扩增实境术语中的 VR 和 AR 的 Vision Pro 耳机可能会在商业上失败。一些分析师预计苹果在12个月内的出货量将不到20万台。该产品在特别早期的阶段推出，价格高达3499美元。尽管存在这些挑战，但这是苹果希望更大的第一步。在这个阶段，发布面向开发者的产品是苹果的新领域，并指出了来自 Meta 的竞争压力。Meta 似乎正在缩减其热情。此前，投资者抱怨支出和据报道 Quest Pro 的销售疲软，尽管自10月推出以来价格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微软和 Snap 似乎并不急于推出新版本的 AR 或 VR 设备。苹果尚未让公众掌握的技术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与其他需要手持控制器的头戴式设备不同， Vision Pro 有手势、语音命令、眼球运动和虹膜识别控制。它是一种直通设备，它使用前置摄像头向使用者展示周围世界的视频视图。Vision Pro 的演示虽然非常流畅，但没有什么类似于杀手级应用程式。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 Tim Cook 将 Vision Pro 描述为一个全新平台的开始。尽管该战略存在风险，但苹果比其竞争对手享有巨大的优势，包括庞大的现有使用者群、值得信赖的品牌与开发人员的影响力，以及与其他小工具的同步。尽管它目前的重点似乎是 AR， 但这与马克·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谈论了很多的以 VR 为中心的元宇宙完全不同。日本正走向多维度的安全轨迹，但这对亚洲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外交官。日本于2022年12月宣布了一项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其中包括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和取得攻击性武器。尽管这一决定受到美国和跨大西洋外交政策制定者的赞扬，但它也唤起了东亚地区日本军国主义的旧恐惧。与此同时，日本一直主张和裁军，包括最近在广岛举行的 G7 会议上，在修复与韩国的关系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并与中国进行了有意义的对话，包括6月3日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防部长会议。日本正走向多维度的安全轨迹，但这对亚洲的未来意味着什么？这个3部分的系列文章探讨了一些影响。第一篇文章讨论了日本过去安全政策的重要方面，第二篇文章将总结东京最近的安全辩论，第3篇文章将评估该国的新安全战略。复杂回顾。
正如1939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平沼期一郎所说，世界政治是复杂且深奥的。平沼曾强烈主张与德国结成正式联盟，对抗苏联，但斯大林、希特勒不亲留条约的惊人消息让他的内阁措手不及，他只好在任职仅8个月后辞职。几届内阁之后，1941年4月，好战的外交大臣松冈洋又达成了另一项协议，这次是与斯大林签署的中立条约。松冈相信他已经确保了一个不可战胜的东京、莫斯科、罗马、柏林轴心。仅2个月后，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行动再次壮观地摧毁了所有日本的战略。世界政治依然是复杂而深奥的。在1941年，谁能猜到对珍珠港的袭击最终会导致日本与美国的安全联盟持续超过1个世纪？即使是美国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这个将帝国轰炸到膝盖的人，也将战后的日本视为一个中立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军事盟友。因此，当他的占领部队实施了一部新宪法时，他明确表示日本将成为和平主义国家。著名的第9条宪法确立了日本人民永远放弃战争作为国家的主权权利和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并且陆海空军以及其他战争潜力将永不被维护。和平宪法和拆除日本2个臭名昭著的军事机构帝国陆军和帝国海军，可能是美国送给战后日本的最大礼物。这2个机构完全失控，也是日本从一场军国主义灾难跌跌撞撞走向下一场的主要原因，一个典型的军事尾巴摇动国家尾巴的例子。宪法和交易。冷战迅速改变了美国的战略考虑。朝鲜战争使美国认识到日本作为其在东亚地区军事行动的基地的重要性，同时华盛顿对日本重武器化也没有兴趣。然而，如果美国在不提供任何防御的情况下撤出这个岛屿，期望日本能够避免再次建立军事力量也是不现实的。为了解决这个难题，1950年代和60年代达成了一系列协议，日本暗示的同意放弃大规模重武器化，继续容纳美军。作为回报，从华盛顿获得安全保证，包括美国的核伞，即华盛顿承诺，如果第三方使用核武器攻击日本，将以核武器进行报复，所谓的扩展核威慑力。这一安排使日本能够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国家复兴，为其在全球经济中的迅猛崛起做出贡献。重要的是，这个协议的核心是以安全为代价交换土地，而不是相互防御。1960年的日美安全条约只要求日本在美军在其领土上遭受袭击时协助保卫美国，而不是在美国本土或其他美国前哨地区。这个协议的不平等性最近受到美国的检视，尤其是来自军事鹰派和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他希望看到日本在军事存在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为美国驻日军事存在支付更多金钱。但与美国对北约的批评一样，乔·拜登总统的任期和乌克兰战争已经消除了华盛顿对日美联盟战略重要性的怀疑声音。在东京，联盟是所有安全思维的开始和终结。对欧洲安全结构来说，北太平洋的区的日美联盟具有相同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和平宪法仍然存在东京对三非核原则、不拥有、不生产和不部署核武器的承诺，也限制了联盟，暂时限制了联盟。但军国主义者的枷锁仅仅是法律和规范性的。例如，由于宪法，日本仍称其武装部队为自卫队 JSDF， 但日本的军事力量在全球火力指数中排名第8，超过土耳其、意大利甚至法国。从实质上讲，日本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样，有一个不成文的秘密，即日本的核突破时间，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时间约为6个月，这要归功于日本的文明技术基础，特别是它的核能领域。当然，这种突破需要政治意愿，但如果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将迅速实现核拥有能力。未来的考量，复杂性和矛盾性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常态。对于日本来说，它的安全和军事战略将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地区和全球的动态、与盟友的关系以及国内政治和公众的态度。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将需要在保持和平主义传统的同时，更加多元化和灵活。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紧密的安全合作，并在区域和全球事务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然而，这种演变需要谨慎平衡，以避免引发地区的不安和不信任。此外，日本还将继续重视与邻国的外交和合作，包括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
这将需要日本在历史和领土争端等敏感问题上保持敏感和积极的外交政策。最后，日本将继续努力推进核裁军和非核化的目标，这将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协助，以建立一个安全、稳定和无核的地区。我希望每个政策制定者都能读的书。《纽约时报》评论版。Code for America 的创始人兼前执行董事詹妮弗·帕尔卡 （Jennifer Parker） 在他的书《重新编码美国：为什么政府在数字时代失败以及如何做得更好》中，研究了为什么政府在提供基本服务方面很糟糕，为什么政策实施经常出错，以及如何修复这些系统。Parker 认为，政策制定者必须优先考虑实施、重新思考采购，并投资于公共利益技术，以修复破碎的政府系统并更好地履行其承诺。这段话是对波克埃兹拉克莱因秀一集的宣传描述。这一集的主角是詹妮弗·帕尔卡 （Jennifer Parker），她写了一本名为《重新编码美国：为什么政府在数字时代失败以及如何做得更好》的书。Parker 是奥巴马白宫的前副首席技术官，也是 Code for America 的创始人。Code for America 是一个致力于改善政府数位服务的非营利组织。本集探讨了帕尔卡对政策实施的见解，这是一个经常被政策制定者忽视的领域。他借鉴了自己的经验，例如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参与拯救 Healthcare.gov 和协助加州的失业保险制度。Parker 的书深入探讨了政府服务交付不利背后的原因，并提出了改进建议。这段话鼓励听众收看各众播客平台上的这一集，以更深入地了解帕尔卡的论点及其对21世纪政府的影响。他还提到这一集是由包括 MFIGO 在内的团队制作的，并感谢参与制作和事实核查过程的其他人。谢谢收看评论简报，请通过6dobrief.com订阅。